小班进去非常多的灾情，笑死。要哭，要不然就把这个留给 Chris 新训的时候啊，10个8个不嫌多，智商税之王没有之一。小朋友其实有点 get 不到，大可不必，千万不要买，你真的是会翻脸，我跟你们讲。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刚好是周末，我在家里整理 Chris 的书包，整理着呢，我就突然想起了3年前刚刚送他去幼儿园，既期待又紧张。时间过得这么快，一下子3年就过去了。我呢，也从3年前那个菜鸟妈妈，现在晋升成老鸟妈妈。刚好现在是6月份啊，我发现我们幼儿园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新的小班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进来参观了，所以刚好就趁着今天我整理书包，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Chris 作为一个大班的哥哥，他书包里面有什么。这一集时长可能会有一点点长，但是呢，我敢保证真的非常值得。都是我这3年走过一堆弯路之后去糟粕留下的精华。如果你刚好要送小朋友去上幼儿园的话，这一份老鸟秘籍，请你一定要收下。在入园的时候，老师都会发一张单子，单子上面呢就记录着你这个幼儿园要必备的物品有哪些，所以其实不用去看网络上其他人说的要必备的东西，因为必备东西呢，老师都会告诉你，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看懂上面的东西是什么。首先，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就没看几本书，所以他们的书包呢，与其说是书包，不如说它就是个收纳包。市面上有很多可可爱爱的小包，像这种，这个包真的好可爱啊！可是我2个孩子都没在用，然后还不便宜买来。如果你想要平时背着去玩的，我觉得 OK 啦。可是上幼儿园，它一个是 size 不够大，第二个我觉得它有点太软了，然后它这边的负重，我觉得做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有造型的，小朋友也很喜欢。可是这个很多的材料是为了去做它这个造型，所以它导致这个重量就有点重。但是必须要讲，它这个地方其实背带就做的比刚刚那个小背包要好，因为它这边就是有做网面，这样宽宽的，这个也很可爱。这是在迪士尼买的，已经很破了。Chris 在上幼儿园之前就一直背这个包，它是展开之后会变成一个地图。可是呢，像这样的包呢，也不太适合带去幼儿园，因为它玩乐的成分有点多之后呢，老师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会影响小朋友之间的专注。讲了这么多弯路之后呢，我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用下来觉得真的不错用的，居然是幼儿园发的这个书包，就长这样非常平平无奇的一个书包。如果大家的幼儿园没有在发书包的话，这个包我觉得可以作为 sample 去买。首先它的自重非常的轻，然后呢大小要足够，大小要多大呢？一定要有 A4 的大小。虽然我们的小朋友上学没有几本书，可是呢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书，他们的书的大小呢就是会有做到 A4 的大小，因为他们看的东西的字通常都比较大，所以 A4 的东西是比较主流的一个大小。这个书包大小就可以直接这样放进去。那你如果买像刚刚说这种小废包，那就是肯定装不下。然后像这个也是装不下，不够宽，所以宽度跟高度一定要足够。然后侧面要有这种网兜，拿来放水壶用。再来呢，就是它的背后这个背带的部分要足够的宽，背起来不会这么的不舒服。材质的部分呢，买这种防水的小班进去，非常多的灾情，什么食物撒在里面啊，水壶打翻啦。那像这种防水的材质就会比较好清洁，也会相对比较耐操一点。里面的部分的话，反正就是有分隔包会更好，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联络簿啊、作业本之类的东西要放。当然，我觉得可以问一下学校是不是有统一发或者统一可以购买。我觉得学校通常统一购买的啊，我自己感受，虽然它可能不是最好看的，可是呢，就用起来真的就是还不错用，因为应该是他们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呢淘汰出来一批，觉得说这个真的还不错，最后就发给大家这样子。学校呢通常会有一些才艺的课程，或者可能会有一些他们的作品，所以老师可能会要求小朋友自己带一个资料夹。我就在网络上买一个这样子的夹子，它这个夹子呢刚好是 A4 纸的大小，可以放进去他们的所有的本子啊、作品夹，打开的时候就很方便。像有一些网络上的作品夹，我发现它那个口很小，就每次在塞的时候就是竖的 A4 纸这样塞，我觉得会塞不下去。这个它就是整个可以打开，我就觉得很方便，而且它可以这样提着去上课，身上背着小书包，手里拿着这样的资料夹。小班的时候班级群组都很好笑，不好意思，我家的小孩不小心带了这条内裤回家，请问是谁的？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幼儿园的小朋友的东西上面有一个个人识别就很重要。Chris 在小班入学前呢，我就帮他去定制了一大堆什么姓名贴啊、姓名挂件啊，什么有的没的，这些东西到现在我们大班快毕业了，已经汰换了非常多轮了。首先像书包的部分，因为大家的书包都一样嘛，所以呢，书包上除了本身就已经会学校会发的这个上面会有一个名字之外呢，我们就会挂一个这样子的小挂件。在 Chris 小班的时候呢，我当时帮他
他定制了一个很可爱的太阳花，有这么大的一个挂件，然后挂在他的书包上，上面有他的名字。在很远的地方，我就可以看到那朵太阳花，我就可以认出 Chris。但是呢，那一朵太阳花呢，它的材质是毛毡的，所以到了中班的时候，差不多它就已经坏掉了。所以后来我们就陆陆续续换了一些其他的挂件。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只要找一个跟其他小朋友不一样的挂件，并且你的小孩认识它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定制的东西啊，更多的是给我们大人在提供情绪价值，觉得说哇好可爱哇，上面有我小孩的名字，但其实小朋友其实有点 get 不到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们现在书包上挂的就是一个同学送给他的可爱的布丁狗，然后它侧面还会挂一个这个什么HSBC 送的这个亮闪闪的这个钥匙串，反正就是挂一些叮叮当当的，他们觉得自己是独有的东西，他们就可以认出这样子的书包。那讲到个人识别呢，就不得不提的就是姓名贴。姓名贴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去便利店印，然后也可以去有一些姓名贴的机器，也可以去网络上定制。我当时帮 Chris 定制的姓名贴就有一大堆，其实现在已经剩下最后一些了，就是这样子的，有他的照片，然后有他的中文名字，还有英文名字。拿来的时候就已经帮你这样分割好，可以直接这样拿下来一张一张贴，我就觉得很方便。然后除了像这样子圆圆的呢，还有这样子一条一条的白底的、透明底的，就是长这样子。透明底就是你背景是什么颜色，你贴上去之后就是什么颜色。但我用下来，我觉得透明底的不是很好用，因为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蓝色，小孩子的脸就会变蓝色，所以我觉得那样就不是很好用。那这种定制姓名贴呢，比起只有名字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上面因为有小朋友的照片嘛，所以小班刚进去的时候，小朋友还不识字，至少可以认到自己的照片，他会看到这张照片就会知道哦，这是我自己。它是防水、耐高温，像我们有一些餐具上、水壶上就是这样贴着。我是那种懒妈妈，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回到家里面都直接把它丢到洗碗机里面去洗，这已经洗了很久了，它也没有坏掉。只要这张姓名贴你没有把它撕下来，它就可以一直用一直用。但是呢，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姓名贴的用量还蛮大的，这样一张定制下来，它不算很贵，可是它也不便宜，它是一个消耗品。像我们班的老师就会要求一个学期就要准备50个姓名贴，所以其实用一用很快就用完了。所以呢，后来呢，我找到了一个更经济实惠的方法，就是自己去 DIY 姓名贴。我在网络上找到了一种这样子的纸，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白纸，它是一个防水的不干胶纸。因为我们家里面本身就有那种印表机，你买这样子防水的纸之后呢，你可以把那个照片、名字都把它排在模板上之后呢，拿这个去印。印完之后呢，这是我女儿的姓名贴，我帮她做的。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这一套已经3年了，因为 Chris 上小班之前我们去做的，到现在都没有掉颜色，保持得非常好。可是你自己 DIY 出来的呢，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印表机的墨水的问题，还是这个纸张的问题，反正就是过一阵子后呢，它的颜色就会有一点点变化。而且我有尝试过，虽然他说它是防水，它确实一定程度的防水，它的防水是仅限于说你泼到水它可以擦掉，它不会烂掉。可是如果你比如说贴在水壶上，你把它丢到洗碗机啊，每一次出来那上面的脸啊字啊就已经化掉了。而且你自己 DIY 的话，裁切的部分就要自己去处理。DIY 的你可以贴在一些像作业书本身就怕水的东西上，那如果餐具上的东西，我还是会选择定制的姓名贴。像我自己 DIY 的姓名贴呢，我是用 Canva 去排布那个模板。如果刚好有新手爸爸妈妈想要这个姓名贴的模板的连结的话，可以去我们官方 LINE 直接写姓名贴啊，就可以得到这个我排版好的 DIY 的姓名贴的模板。哦，对了，讲起姓名贴这个东西啊，就还可以选择一种方式，就是你去买一个标签机。我们家用了呢很多年了，当时它刚上市我就买了，完全是因为它长得真的很可爱。那现在的标签机呢，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功能也有很多。我相信应该比我这个会更厉害的也会有生小孩的家庭或者爱收纳的家庭，有一台标签机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这边就不展开了，我想网络上应该有非常多的资讯，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找找看。那 Chris 小班的时候呢，我还买了很多那种刺绣的缝上去那种标签。我觉得首先要缝，我就觉得很麻烦。还有一种小小的像挂坠一样的东西，它是直接这样扣起来，然后扣在鞋子上，久了之后你在鞋子上一样会掉掉。幼儿园的小朋友，尤其是室内鞋，每个礼拜都要清洁，那个东西挂在那边，其实刷鞋子也不是很方便。所以我到后来这2个东西我都是没有在用的。我用的最久的就是这样子的姓名印章，真的很好用。这个姓名印章是 Chris 小班入学之前我给他定制的，一直到现在他的墨水还没有干，到现在还可以用。它印出来之后就是长这样。
这一条衣服其实已经洗了非常多次了，而且我们家小朋友的衣服是高温清洗的，清洗完之后还会拿去烘，所以即便是这样子比较强烈的清洗模式下，你看它这个油墨印在上面之后，它还是没有办法洗掉。所以当兵的人也可以定义，新训的时候很常找不到自己的衣服跟裤子，搞不好当兵的人可能也有这个东西，然后都会用荧光笔写。那个时候我们是用荧光笔。我刚刚就想要讲这个荧光笔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小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挂在鞋子上的那个小扣件掉了，老师发现那双鞋子是我儿子的，就拿很粗的原子笔在那个白鞋的后面写上了他的大名3个字。哇，然后拿回来我就觉得这鞋子就变得不好看，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我就拿这样子的姓名印章在他的鞋垫上，就直接2个角各印一个名字，然后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不论新手爸妈还是即将去新训的国军弟兄们都非常适合第一个印章。要不然就把这个留给 Chris 新训的时候啊，他墨水好像还是可以加的，但怎么加我不知道。当然像缝上去的那种小贴布，或者刚刚讲那个小挂件，它也有好处。以后计划要把这个小朋友的衣服或者鞋子用品，你可以送给其他人的话，小挂件拆掉或者把那个贴布撕掉，衣服你还是可以送给别人，所以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判断一下就可以了。所有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定都会挂一块手帕，所以呢，手帕夹和手帕一定是必备的。手帕就是这种棉质的，手帕要夹在身上就一定要配一个手帕夹。手帕夹这种东西啊，10个8个不嫌多，大概掉了100个。到最后这么多的手帕夹，幸存的就只剩这2个了。像我自己用的就是都是这种网络上买的，超级便宜，你们去找找看。接下来就来聊一聊餐具用品、水壶之类的这种东西。我们先从水壶开始好不好？水壶有这么多。这是现在就是我们能找到在家里面还没有坏掉的，先从走弯路的部分开始讲起，其实都很可爱。第一个，这个水壶啊，真的是堪称我买过的水壶智商税之王，没有之一。花了不少钱买的一个水壶，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是放在储藏间，拿出来都是没有电的状况，就知道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在用。它充上电之后呢，这里会有个萤幕，然后这萤幕呢是会有一个小游戏的，就是你小朋友喝水，他就可以赚金币，然后赚到金币之后呢，就可以去买衣服、盖房子。我当时买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很简单，因为 Chris 是一个不喜欢喝水的小孩，我就觉得说他如果看到这个东西之后，会不会变成爱喝水？事实证明，小朋友去幼儿园之后，因为运动量变大，就会一定会爱喝水，就是一个非常花钱的智商税啊！大家如果没有买的话，就不要去买，我觉得真的是不合适，除非啊，我觉得有一个。大人可以买，如果你想要玩这个喝水游戏的话，我觉得大人可以买了，但我觉得小班的小朋友真的大可不必。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可爱、非常酷炫的一个水壶，这个水壶呢，它没有布好，这水壶是 Chris 的姑姑从澳洲买回来的，当地一个非常流行、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牌子的水壶。然后这个水壶呢，我们是有带去幼儿园很长一阵子，有在运动、有在骑车之类的大朋友的话，你对这样子造型的水壶应该非常的熟悉。比如说在骑脚踏车，我们没有办法用2个手去开水壶，就是会做成这样子的运动的嘴，就是用嘴巴一咬之后就嘟嘟嘟嘟可以喝水嘛。它还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按压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装完水之后呢，按压它就会喷水雾出来。对于小朋友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尤其是像我们住在这么热的城市。可是呢，喝水的这个地方暴露在外面，如果刚好有别的小朋友在这边打一个喷嚏呢，可能就会沾一些病菌。像小朋友的手，可能就刚好玩好，那有泥巴什么脏东西，就直接去拨，这个地方就会比较脏。再来呢，你喝完水之后，多少可能会有些口水之类的可能流进去，然后流进去之后呢，又把它喷出来。所以后来不用，就是因为那一阵子真的很常生病。所以虽然 Chris 非常喜欢这个水壶，我们后来就也不让他用这个水壶。除了这些刚刚讲到的我们没有在使用的水壶之外呢，还有一些水壶我们之前也用过，就是那种胖胖瓶，做的很可爱的圆圆滚滚的那种呢，也是千万不要买，因为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大部分的时间，他的水壶是放在书包的侧面的。如果你的水壶 size 个头太大的话，会塞不进去，所以就是买瘦瘦的瓶子就好了。我们现在呢用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水壶，这个水壶其实不是儿童水壶，它的材质是 Tree Tan 宽口的，对于懒妈妈来讲，清洁也是非常的方便。因为其实小朋友到了小班、中班，大部分的都已经会使用杯子喝水了嘛，我就不太想要让小朋友继续使用那个吸管的，因为我觉得吸管的杯子清洁起来就是会比较麻烦。这样子的瓶子呢，就是丢到洗碗机里面就可以了。小班到大班就是一种由繁入简。对，从那种非常昂贵的啊，好几千块的，1000多块，然后到
到那个花里胡哨的，然后到最后这种大概200块，200块还是300块，我忘掉，反正就是很便宜的一个瓶子。甚至现在觉得 MUJI 他们出的那个水壶，我觉得也超适合。如果这个坏掉，我就想要买 MUJI 的给 Chris。老师通常会要求你可以带一个有背带的水壶，有一些就是这样子的水壶，它自己是有背带的配件的。但是我们家这个呢，因为就也不是儿童水壶嘛，所以也就没有这样的配件。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水壶是专门拿给他 for 户外教学或者郊游的时候的使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水壶，它是一个不锈钢的，这样子直接背在身上。这2种类型的水壶，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大家如果在挑选的话，也可以参考。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餐具碗的部分。当时呢，老师发的必备物品清单上面呢，有写到一个东西叫餐盒，所以我就想象中觉得说餐盒呢就是一个 lunch box，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一个这样子的。非常漂亮，然后看起来功能也是感觉很完备的一个餐盒，不锈钢的可以做分隔，然后拆洗的时候呢也很方便，可以整个把它拆开，方便你去清洗，而且有一定的隔热跟保温的功能。这个餐盒本身呢它没有不好，可是我后来发现说它其实并没有办法适合幼儿园小朋友，尤其是像我们台湾的小朋友的饮食习惯，因为我发现幼儿园都会给小朋友准备汤，拿这样子的碗啊，小朋友会没有办法喝汤，所以后来这个餐盒我们大概只用了2-3天吧，我就发现不合适，我就快点去重新买了一个碗。幼儿园小朋友需要的是碗，它不是餐盒。我呢就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碗，我觉得也是超好用，上面还有个盖子，但我们的盖子已经破掉了。我发现没有盖子也是 OK， 因为其实幼儿园的碗仅仅是为了在幼儿园可以吃饭用，好像也没有什么那个餐要带来带去的这么一个需求。它可以整个拆开来这样子去清洗，像这个设计我觉得就很好，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要分餐的时候，老师通常会要求你这样子去接饭还有汤，你就可以有个小耳朵这样可以拿住。然后带的碗的这个数量的问题，就是要先问学校，因为有一些分享我有看到，推荐大家去买那个3色碗，就是一套是3个的，因为幼儿园里会提供早点，然后午餐跟下午的点心，一共3餐嘛，3个碗刚好是for这个3餐。但是像 Chris 幼儿园呢，其实他们只有午餐需要自己备碗，那像早点跟下午的点心都是用学校准备的碗。如果你的学校只是准备1个碗就好了，你就没有必要去买3个碗。那除了这个碗之外呢， Chris 学校呢还会要求用这样子的餐布来包他们的餐具。现在有很多的幼儿园通常用那种拉链的午餐包，但是他们幼儿园呢就是会希望小朋友可以透过把这个餐具包起来这个过程呢，来锻炼他们手指的精细化的动作。老师当时的教学我觉得很有趣，老师会说你拿2个餐袋旁边的小耳朵，然后呢把它打一个结，然后小耳朵揪一揪，它就打好了。所以我后来发现 Chris 比起他同龄的小朋友，在一些比如说拼装东西，他好像比同龄的小朋友会更擅长一些，所以这可能也是蒙特梭利小朋友的一个特点吧。那餐具的部分呢，大班的小朋友通常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使用筷子了，中小班的小朋友呢，老师就会要求带汤匙还有叉子，看小朋友平时在家里的习惯是怎么样，你就带他习惯的东西去学校就 OK 了。好，接下来小毛巾。小毛巾呢是他们每一餐吃完饭之后用来清洁桌面还有用品的一个小工具。那 Chris 的幼儿园呢是要求小朋友使用这样子的小毛巾，而不是单纯的湿纸巾。他们希望小朋友可以把毛巾打湿之后，擦完桌面之后呢，用这样拧干毛巾的方法来锻炼他们手部大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样子的方法还蛮好的。Chris 他们幼儿园有很多这样子化简为繁的小仪式，就是在生活的一些很日常的工作里面呢，锻炼他们的一些发展。如果刚好有对蒙特梭利幼儿园感兴趣的爸爸妈妈呢，也可以去看这条影片。那毛巾弄湿之后呢，就不可以直接塞进书包了嘛，所以呢，在老师发的这个准备物品清单上面呢，他们有一个东西叫毛巾盒。我当时拿到那张单子的时候，我就想说毛巾盒是什么东西？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日本是有直接在卖毛巾盒这个东西的，因为他们的幼儿园都会要求带小毛巾还有毛巾盒，但是台湾真的就是比较少，所以后来呢，我就是直接拿了一个这样子类型的小餐盒，它本来是一个小饭盒啦，我后来发现这个大小刚刚好，就是拿来放一个打湿后的毛巾，包含比如说可以用一些夹链袋，我觉得也是 OK。所以大家如果刚好幼儿园也是要用到这个小毛巾的部分呢，我觉得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找一找生活中可以使用的这个小工具。再来就是换洗衣物的部分啦。幼儿园的小朋友通常会有非常多的状况，尤其是小班的时候，可能还会尿湿裤子之类的。像 Chris 学校要求是至少带1套换洗衣物，老师就是建议不要穿背带裤，虽然它非常的可爱，整个穿脱可能不方便正在学习换衣服的小朋友。干净的衣服我就直接拿一个这样子的收纳包把它装起来，脏的衣服有些时候会湿的，所以呢就要准备一个单独的脏衣袋。这个东西一直都是用的是我平时
时网购衣服的时候，不是会系一些这样子的夹链袋，用来包装那些衣服吗？这些夹链袋我都舍不得丢，我觉得这个夹链袋拿来做幼儿园小朋友的脏衣袋，简直刚刚好。就算你没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呢，你也可以旅行的时候，你拿来分装行李也是超好用，根本就没有必要单独去买一些行李包，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用。接下来呢，就是幼儿园要穿的室内鞋。我们家买的呢是长这样子的鞋子，因为它是在室内穿的，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多的去考量什么要保护脚踝啊这一些很机能的东西，而是我就是会考虑说，因为每个礼拜都要洗，所以它耐洗很重要。因为小班的小朋友吃饭就是漏嘴巴，满地都是，所以他们走来走去下面就会卡饭粒。这双我们真的穿很久，也其实已经有点裂开了，在这里勤俭节约的一个鞋子。因为我马上大班就要毕业了，所以我没打算要买新的鞋子。幼儿园的东西啊，报废率超级高，大班妈妈老鸟的原则就是能省则省，因为鞋子会有点脏嘛，所以他们学校的室内鞋子要求有一个这样子的袋子，把它装起来啊。有看到了，刚刚讲的那个缝布的姓名贴在这里，这个还没有掉，如果以后拆掉的话，还可以给妹妹用。这个袋子呢，是我在大创买的，非常便宜的一个袋子，然后超级可爱的，可以水洗的。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很多的场景下会用到这样子的束口袋。其实像我刚刚提到，就是整理衣物的那个袋子，用这样的束口袋也很方便的，各种尺寸我觉得都可以备一点。接下来呢，就是一些个人类的物品，比如说像这样子的牙刷、牙杯、午睡的睡垫，还有小被子，还有小枕头，会有一个午睡包。那 Chris 学校呢，它是有一个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棉被包。如果你们幼儿园没有发的话，你就可以去网络上去买，有很多，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可以定制名字在上面的，我觉得也是很方便的。我们小班的时候看到有个儿童睡垫，我就直接买了，很舒服。可是呢，它很厚 ，Chris 是没有办法凭他自己的能力把那个棉被包整理好的，所以那个睡垫也是只用了1个礼拜，我们就没有继续用了。后来我是在宜得利买到了非常好用的睡垫，我觉得超好用，我买了3个，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它都会有当季的。要么就是有暖功能的，要么就是有凉感功能的。我不晓得它的那个清洗标上有没有标可以水洗，反正我每个礼拜都是水洗。对于我来讲，幼儿用品、婴儿用品如果不能水洗啊，我真的是会翻脸。那个睡垫我洗了3年，它现在还是可以用，就没有坏掉。小被子的话，就是家里拿一条大的毯子给到它，去幼儿园盖一盖就好了。我们家有买一个很可爱的睡袋，但是呢，我发现说高雄这么热的天气啊，用那个睡袋就是会有点不方便，不太灵活。它在冬天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用，高雄天气这么热，睡袋每次一睡要整个拉起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会太热。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没有再使用那个睡袋。Chris 学校他们的最初建园的修女是从日本去学了这一整套教学的模式，所以他们很多的方面都会很像日本传统学校，有一些规定跟特别会培养小朋友的独立能力。其实他们小班刚进去啊，我刚刚讲的这么多东西，包含在我看来还蛮重的棉被包，都会要求小朋友是自己提进幼儿园，并且走上楼梯。当时我看着 Chris 小小的一个小个子，然后拿一个这么大的棉被包，再加上书包，我觉得那些东西都要比他的人还要大。我都在想说，这么小的小孩怎么有办法拿那么多东西啊？可是呢，事实上证明他们的潜力真的非常的强大，就背着那个小又要哭。背着这个小身影呢，他就慢慢的长大了，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学会了非常多的事情。看着他慢慢长大的小肩膀，我就在想说，哇，我好像真的把这个孩子教的还蛮好的，真的谢谢幼儿园的老师，也很好的照顾着他。他不仅可以独立的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他还会去帮助比自己小的孩子，像他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妹妹。然后老师也跟我讲，他在幼儿园里会照顾中班、小班的同学。这3年的旅程，让他从一个哇哇大哭的小孩，到现在这样一个很稳定，而且可以去不论照顾自己也好，还是照顾别人也好，他都可以有很好表现的一个孩子。不论对他来讲，还是对爸爸妈妈来讲，都是一段很珍贵的回忆。谢谢各位伟大的幼儿教育工作者。除了刚刚讲到这些物品上的一些准备呢，心理上的准备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啊，这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他们对于未知的一些恐惧也好、焦虑也好，会比我们大人来的更多。那作为爸爸妈妈呢，也可以找一些小方法，帮助他们在入园之前更好的去了解上幼儿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去缓解他们的焦虑。包含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东西的准备，其实爸爸妈妈在准备的过程中是可以邀请小朋友一起来准备的。比如说挑选一个可爱的小挂件啊，或者说你想要定制一个什么样的姓名贴啊之类的等等，就让他们对于上幼儿园这件事情有更加多的实际的感觉。还有一件事情呢，其实小朋
朋友在上幼儿园之前，他们的世界里面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只有爸爸妈妈还有亲人这样子，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社交，没有朋友，更加不会有老师，所以呢，可以在上幼儿园之前去参加一些像亲子馆或者像图书馆，通常会有一些讲故事的活动，让他们去了解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情需要我跟其他小朋友坐在一起，会有一个像老师这样的角色跟我们讲故事，也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带入这个角色。那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跟未来要去上的那个幼儿园联络，看看有没有办法去提前参观，让他可以对那个环境有一定的印象。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小 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透过看书啊，或者看卡通，让小朋友去对上幼儿园这一整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初步印象。那在我们家呢，就是去读绘本。Chris 小的时候呢，我就买了非常非常多关于幼儿园的绘本。在这么多绘本里面呢，我觉得最棒的，我想要保留、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其中2本，一本叫《幼儿园的一天》，然后一本叫《魔法亲亲》。幼儿园的一天呢，透过很可爱的动物，描绘了在一整天的幼儿园里面各种各样的状况，背着书包去上幼儿园，然后会遇到老师，会遇到同学。刚刚去上幼儿园的时候呢，自己很害羞，不敢跟同学见面。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有些小朋友吃的很多，有些小朋友不想吃。小朋友大概就会知道说，我去幼儿园会遇到老师，会要跟新同学介绍自己啊，我很害羞也没关系。5岁的时候我会想妈妈，会睡不着，醒来的时候发现妈妈没有在身边，爸爸没有在身边，我就哭了。但是没关系，下课铃声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回来接你啦。非常完整的一天的状态。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魔法亲亲》，这本书都快翻烂的程度，讲的是一个小浣熊要去上幼儿园的故事。他跟他妈妈讲说，他上幼儿园会很紧张，会想妈妈。然后他妈妈就说：“我跟你说一个古老的传说，是我外婆的外婆告诉我的，妈妈的妈妈。”就讲了一大堆，就是来自一个他们的传统，就是一个魔法亲亲。浣熊妈妈就拿着小浣熊的手，在他手上亲了一下，然后说这个魔法亲亲在你的幼儿园也会一直陪伴着你。所以 Chris 小班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会给他这个魔法亲亲。有一天放学的时候跟我讲说，妈妈，我洗手的时候不小心把魔法亲亲洗掉了，你可以再给我亲一个吗？他真的非常相信这个魔法亲亲，所以我觉得对于有些小朋友，他比较黏爸爸妈妈，他可能会害怕跟爸爸妈妈分开，你就可以想一些小仪式，不论是魔法亲亲也好，还是带一个什么小物件也好，他就会觉得爸爸妈妈在自己身边，可以让他更放心的在那个环境里。像 Chris 有一阵子上学他就是带了一张我的证件照。想妈妈的时候，就是拿出来看一下这样子。好，那这2本绘本呢，就推荐给你们，可以去图书馆借。图书馆的借阅的资源，对于整一个亲子养育的过程中，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图书卡真的是神卡，每个爸爸妈妈都要有哦。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希望给正在要送宝贝去上幼儿园的爸爸妈妈呢，缓解一点点焦虑，然后给你们提供一些准备东西的灵感还有资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哦。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